内娱有一种少年，出道时你可能只记得他的脸，但等你某天刷到一个剧的片段，突然发现，哦，他已经不一样了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个2002年的男生，他用7年的时间，从练习生到偶像到演员，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蜕变。他叫周柯宇，粉丝叫他小宇，粉丝团的名字叫宇航员。说周柯宇这个人，要先说他的起点。2002年5月17日，他出生在美国，本名叫周丹尼尔，但他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在国外长大带着西式教育回来的孩子。从小他就随大哥在北京长大，读国际学校，说流利的普通话，文化认同从来是中国的那一套。2018年16岁，他加入嘉行传媒旗下的嘉行新乐，成为14名 A+ 新生之一。这一年他还是一个普通高中生的年纪，就已经开始了练习生生涯。据他自己后来说，那段时间每天训练到凌晨2点，手指模出了茧也没停过。2019年12月，他和另外4人组成了男团 Best， 正式出道，发布了第一张团 EP To Be The Best。 但那个时候他还远远没有到大众视野里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2021年的一档节目。2021年，腾讯视频的创造营2021开播，周柯宇去了，以第10名的成绩出道，成为限定男团 Into1的成员之一。这个团是多国艺人组合，阵容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练习生，竞争激烈，关注度极高。周柯宇在节目里的表现，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记住了这张脸。188的身高，清爽的轮廓，外加一股不装的少年气。Into1给了他更大的舞台，但也意味着他要在团体曝光与个人发展之间找平衡。2023年4月，Into1正式毕业解散，周柯宇回到个人发展的轨道上来。也是在2023年5月，他发行了人生第1张个人专辑 If I May 为你我可以，并开启了同名巡回演唱会。这是他作为独立艺人交给市场的第一份完整答卷。偶像路线走顺了，但周柯宇想要的不止这些。2021年，他就已经主演了校园青春剧《我曾记得那男孩》，饰演男1号张扬。但那时候他的演技还是偶像剧的底色，真正的突破要等到几年后。2025年是他的作品大年。2月，他主演的《树下有片红房子》播出，他在里面演了一个沉稳的学霸宋从。3月，《念无双》开播，这是他第一次出演古装戏，第一次打戏。为了演好战鬼千林这个角色，他提前3个月进组练棍花，手掌磨破了好几次，全程不用替身，亲自完成高难度动作。古装戏对一个没有底子的演员来说是一道门槛，他翻过去了，而且翻得还算体面。同年6月，电影《逆风而行》上映，他也在里面。9月，他参加竞技综艺《战至巅峰》第4季，帮助 Juche 战队在总决赛以3-2击败时代少年团，拿到了总冠军，本人荣获 FMVP， 赛季累计11次 MVP。 这组数据放在那里没有水分可言，但真正让周柯宇从偶像变成演员的是2025年年底的一部剧《狙击蝴蝶》。这部剧开播前声量并不大，姐弟恋题材，选角组合是陈妍希配周柯宇。说实话，播出之前很多人持观望态度，但结果呢？开播5天，腾讯站内热度破25000，最终突破27000，抖音主话题播放量冲破50亿，登上浙江卫视剧集年度收视榜第1名，刷新该平台近3年的首播收视纪录。这部剧里，周柯宇饰演的是礼物，一个父母双亡，从农村走出来的少年，被姐姐曾经资助念书，从依赖到深情，从少年感到狼性反扑，整整跨越了2个人生阶段的弧光。他演得好在哪？不是靠大喊大叫的激烈表演，而是靠细节。出到姐姐家门口，低头看自己沾泥的布鞋，犹豫要不要踏进去。姐姐赤脚走路，
他悄悄脱掉拖鞋，把它摆放整齐。哭戏不靠皱眉，靠的是声线的颤抖和眼神里那束光的熄灭。有一句台词，我属于你，我不想分手。观众的评价是生比人先碎，就连郝蕾老师在无限超越班的节目里都公开夸过他《狙击蝴蝶》里的演技片段。网友说，很多人从这部剧开始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演员周柯宇。《狙击蝴蝶》播出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，细心的网友发现剧集演员表上周柯宇名字后面的美国不见了。之前他参演的每部剧名字后面都会备注国籍美国，因为他2002年出生在美国，自动获得了美籍。但2025年12月，他的工作室发出声明，周柯宇在年满18岁后就主动开始准备退出美国国籍的材料，严格依照中国国籍法完成所有流程，目前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，持有中国身份证。这件事发酵之后，公众反应出奇的正面，大家的普遍解读是，这不是炒作，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孩子，在成年之后主动把自己的选择落了地。进入2026年，周柯宇的节奏没有慢下来。2月，他出席了2025微博之夜，在舞台上演唱了《狙击蝴蝶》的片尾曲《早安晚安》，和陈妍希牵手走上红毯，把姐弟感从戏内带到了戏外。3月底，综艺《风华合伙人》开播，这是一档他和景龙、戴旭、沙一汀等人一起经营主题酒吧的真人秀。节目里他出圈的一个片段是蹲在角落里吃客人退掉的剩面，还一脸认真的在外卖收件人那一栏写上吴彦祖，反差萌和偶像感并存，把他追星吴彦祖的这件事，整个节目组都玩出了花。4月，他登上 Nylon 尼龙杂志4月刊双峰，同月即将有发布会官宣，手里还有一部电影《一觉醒来》正在开机，搭档文琪，大银幕处女作蓄势待发。待播剧方面，《一枕春花》、《赤夏》还在排队，作品现排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总结来说，周柯宇这个人是那种拿着一手还不算最好的牌，但一直在认真打的人。出生在美国，但根在北京，从练习生到偶像，再到演员，从 Into 1的团体成员到凭一部《狙击蝴蝶》被全网记住脸和演技。他不是突然爆发的那种，他是那种你每次回头看都会发现他又往前走了一步的人。188的少年现在站在这里，故事才刚开了头。喜欢这种踏实成长的艺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说。更加确定了对他的感情，也决定了我要永远守护好这盏灯。我能不能去你家借宿一晚？我还是睡不着，我可以在你家借宿一晚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再试试。打扰了。你进来吧。有空没陪我回趟云峰村呗？谢谢你让我来到你的身边。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帮你戴上这枚戒指？陈翔，把日子书写成伟大的夏。